里是位于湖南湘西的大山深处，一栋奇特的房屋映入眼帘。起初你可能会以为那是一座庙宇，又或者是一座道观，但当我们打听之后才知道，那其实是一位老人的家。据村民说，这座房子是老人一手修建的，他花费了无数心血，在绝壁上硬生生开凿出这座独特的住所。有人说他是看破红尘，一生未娶，孤身一人选择在深山中隐居，但事实上是老人心中一直怀揣着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梦想，他想把自己生活的村庄打造成一个世外桃源。于是他遇水搭桥，开山铺路，用锄头、铁锤，靠一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山林，只为让更多人能来到这里，看看他心中那份桃源的模样。可惜的是，老人已悄然离世，他一生清贫，却把所有的力气、所有的岁月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。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，一起走进这座老人用一生时光打造的山顶花园，去聆听、去感受这段藏在湘西大山里的动人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湖南的大山里面，在我身后的孤峰上，建有一座非常神秘的房子。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座寺庙，又或者是一座道观，但经我们打听呢，原来在以前呢，上面居住着一位老人。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，为自己打造出了属于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金洛河村，在我们对面呢有一块功德碑，上面写着“愿以此功德为师利于民”。像我们所看到的这座桥，还有这座塔，都是这位老人号召村民集体集资修建的。他为这个村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现在我们准备去那座房子上面去看一下。这个村子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房子都是临河而建，至今都保留着少数民族传统古民居。现在我们从这里走过去，哇，你们看这个水，水质非常的好，清澈见底。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这绝对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地方。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这么费劲的走这条路，旁边呢它是有一座桥的，那边也可以过去。只是呢，我们想用更好的角度去展示这个村庄的美。大家看，房子就是在那个山顶上了。这条路还是挺好走的，是铺的这种石板路。听说这条路也是那位老人家修的。这旁边是当地人种的一些菜，这边有一大片辣椒。湖南人也能吃辣，也喜欢比较吃辣的东西。这边是白菜。哇，这山上到处都在流水。这里也还有一条小溪，看它这个水质清澈见底。这边是一片萝卜，这个好像是有人专门种植这个。这个呢叫做蓖麻，它的果实是这样的，非常的鲜艳。但是它的种子呢，它是有剧毒的，不知道种这个有什么用。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你们看，这里居然还有稻谷。这个稻谷呢，它是2茬了，第1茬已经被收割了，没想到2茬长得这么快，都结果实了。它这个果实还是非常的饱满的。
这边是一大片石菖蒲，这个呢是一种药材，可以拿去卖钱的。现在我们进入爬山路段了，应该离那个房子不远了。这里还有垃圾桶，还是分类的，它这个卫生设施还是挺完善的。听说这位老人以前呢，一直想把这个地方给打造出来，供大家游玩。上面的路就比较难走了，有点陡，走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。这条路看样子很久没有人走了。因为地上都积满了落叶。这边也有一个垃圾桶，它这个卫生设施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垃圾桶。这里有一座小庙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上面写着“周济万民”。我们进里面去看一下，中间供奉的有3位神，它底下有这个字，这位是财神，中间这位是庙神，这旁边是福神，中间这位没有名字，我不知道供奉的是哪位，看样子的话应该是土地公，这位就不用猜了吧。大大的肚子应该是弥勒佛，这边也还有一位，有点像唐僧。大家知道是哪位神仙吗？因为他这边2位底下没有字，也没有认出他是哪位神仙，大家有知道的吗？在这个墙壁上还有字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焚香一炷通天成，这边还有香烟渺渺敬佛神。这座庙好像和我们常见的那种庙不太一样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底下也有一条河沟，这边水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，水质也特别的好。这边的崖壁上还在不停的滴水，这个是一个秋千吗？好像真的是一个秋千，你们看。但是我不敢坐上去，因为它这里常年滴水的原因，它这个木头都已经长了青苔了，有点滑。这地上还埋设的有很多水管，看样子这上面它是不缺少水源的。这边这个角落有一个破掉的风箱。
为这几天下雨的缘故，地上还是比较湿滑的。这里还有好多蜂箱啊！你们看它这个台子，它还是用这种石头一块一块垒砌起来的，应该属于就地取材了。哇，这条路一看就让人发抖的程度。它这里原本是没有路的，也是靠这种石头一块一块垒砌起来的。这里还做了一个简易的一个护栏，这个木头都已经腐朽了，我都不敢扶了。这里好窄呀，感觉人都站不住。如果说你稍不注意的话，就会跌向那个谷底。大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条路当时修的难度系数得有多大。听说这条路都是那位老人当年日积月累慢慢修建的，一手修建的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门，这道门做的好精巧呀！我的天呐，这上面还有一个桌子，是用石头搭的一个简易桌子。这里还有一个石头，上面写着字：3和气1998-321，还有什么陈？这边原来是一张棋桌，上面还有图案。这里还有一根柱子。顶上应该是用来烧火的吧，有点像烽火台。我的天，原来是我们走错了，那个房子在我们对面。不过也没有白来，也发现了这个其中的一个点。这里有一个龙，刻的有鼻子有眼的。你还别说，这个地方真的有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之势。这位老人应该有一个武侠梦吧？这边本来是可以走过去的，刚才我们用无人机飞上去看了一下，顶上呢有一个观景平台。不过呢，因为下雨的缘故啊，它这边比较滑，不像这边它是做了这个石板的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不过去了。现在我们原路返回吧。刚才没注意到，这边也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呢，应该就是通往房子那里了。现在我们从这里爬上去。这个工程量还是挺大的，一路走上来呢，全是这种石梯路。这里也还有一张桌子，
这旁边有一个小房子，从散发出来的味道应该是一个厕所。哇，真的是又陡又险。这里有一个大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天上万星北斗明，地下百色赤为仙。中间是赤金楼，应该是老人为这个房子取了一个名字。这里堆放着很多这种柴火。感觉进入这个房子像进入了庙一样，但它又不是庙。我的妈呀，太险了！还好他做了这个栏杆，不过是一个简易的栏杆。它这个完全是与地面垂直的哦。刚才还没注意到，在这个栏杆上绑了一根水管，它这个水管呢是直接拉到上面的房子上面去的。我的天哪！它这条路完全是靠人工开凿出来的。这里还有一个旋转楼梯，四周全是绝壁。它这个房子呢是修建在一个四面绝壁的孤峰上，听着都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快看，我们终于到了！这里呢也是一道门，都说平地起高楼。可这栋建筑呢，它是反其道而行之。现在我们进入房子内部了。这里用这个木板围了起来，还上了锁。我们透过这个缝隙去看一下，这里面是一张床，应该是老人之前休息的一个地方。这边还可以走过去。我都不敢扶这个木头，你们看，都已经腐朽了。这里原来是一个厕所，要是在这里上厕所的话，那不得一泻千里啊！这里呢就是堂屋了。这里面可谓是一应俱全，有电饭煲，还有个桌子，还有这个筷子，还有这些铲子。这边呢是一个橱柜，里面是用来放碗具的，还有调料，还有一个砧板，这是一个变压器，有个桶，还有这个桶罐子。生活用品可谓是一应俱全呀。在这个正中间供奉着有神像，但是看不出是哪一位。不过从他手里拿着这个拂尘来讲的话，可能是道教吧。底下呢有一张图片，图片上面供奉的是西方三圣。旁边还有一个财神。这边也有一尊，看样子应该是一位仙翁，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哦？大家有认识的吗？这张桌子非常的有意思，它底下呢有一位人物托举着这张桌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的。这里面放了几本书籍，看样子这位老人家是一位有文化的人。这旁边放了有很多凳子，好长的一张凳子呀。这里是一个火盆，如果说冷的话，可以烧火取暖，也可以做饭。
有一个扫把，这里有一个锯子可以锯木头，还有衣架，还有个刷子，应该是用来扫除灰尘的。外面呢是一个超大的一个阳台，也可以说是一个观景平台吧。我这张桌子非常的有特色，它是一张圆桌子，连这个凳子也是这种圆的。这里还有一棵大树，这个大树的树龄应该也有几十年了吧。听底下的村民说呢，这位老人家在这个山顶上居住了30多年，应该是在他来之前应该种下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山景啊，不好意思，它这个是活动的，是一个假山，观景的一个假山。这里还有一个水池，哇，你们看它这个水，呢，它是源源不断的，多余的水呢，它就是从这边一个池子，从这个底下流下去的。这栋房子整体来说还是建得非常的特别的，看这里还放的有个大喇叭，这里还栽的有2盆盆景，这个应该是一棵松树，这边就过不去了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这地方有山有水，环境优美，在这里呢可以俯瞰底下的村庄。哇，传统的古民居看起来非常的有特色。这底下呢就是金洛河村。很遗憾呀，遗憾的是没有早点来这个地方。如果说早2年来的话，这位老人他是还在的，可以和他聊一聊当时修这栋房子的心情。可能老人也是看中这里的地理位置，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有着丰富的水土资源，所以他在上面一住就是30多年。如果说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也愿意在上面居住，因为这个地方风景优美，鸟语花香，空气清新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